张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张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张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了。张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长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，请。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
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钦，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公公，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儿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呐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这……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地回到京城。大人，娘娘的病情可是有了变化？宝琴，哀家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。太好了，公孙先生可否略作说明？是。娘娘这几日施针用药，从未间断过。若论医理，此时最忌情绪激动。可是娘娘的情形，却恰恰相反。娘娘入宫之后，因与皇上相见而难抑激动之情，想不到体内运行之气竟借泪水把久滞的经脉打通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娘娘双目复明已确有可能。正是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没想到娘娘因祸得福，可喜可贺。还有赖公孙先生妙手回春，学生不敢居功。这也是老天垂怜，让哀家能够亲眼目睹20年沉冤昭雪。娘娘，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，却无职无权。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，恐怕也动不了娘娘，翻不了案。不，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，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。同时，他还握有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剑。一旦他插手此事，哀家也难以对抗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，乃在于他处事公允、依法讲理。若是无凭无据，他也不会插手。娘娘啊，20多年都过去了，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。哼，没有物证，却有人证。娘娘是说李贵妃？
不，他只是一个抗旨不遵的先皇陶妃。他若作证，自可轻易推翻，无人会信。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。陈琳早已告老还乡，不理世事了，难道还会找他回来作证？包拯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，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。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？他们在等陈琳进京。没错，你曾说过，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，却不知去向。哀家可以断言，他们是接陈琳去了。娘娘，那如此一说，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，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。没错，因此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陈琳进京，知道吗？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，现在已安然入睡。太后的疑虑未消，危机随时会现。虽在府中，仍需严加防范呢。是。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，展护卫则藏身暗处，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。好，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。是，学生会多加留意。陈琳何时可到？依行程估算，明日便可抵达。倘若太后对老夫人疑心不解，甚至可能连陈琳回京都会被他们察觉。万一……大人无需担心，献空岛无蜀，可抵数百精兵，保陈总管回京，必定万无一失。官兵设下路障，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？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，没事干。没那么简单，四哥，后面招呼一声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。这位长官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，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。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？不走也得查。倘若我们不让查呢？大胆！你们敢抗拒盘查，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。凭你们还办不到。你，去吧。你们是哪里的官差？这你不必知道。此地离开封城不远，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。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？如果你是，
你就该认得我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。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上！哎呀！这！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错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，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县空岛五署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县空岛五署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，乃是江湖规矩。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五署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闯！三哥开路！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包大人，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县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
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赵虎，大人，大人，令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县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是。谢包大人。请。陈公公，快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奴婢安排失当，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公公不要自责，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，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？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，一旦母子团圆，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，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。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，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。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。奴婢不敢鞠躬。陈公公忠心耿耿，皇上也感怀在心，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。哎呀，陈琳一个奴才，有何德何能，敢当此尊称啊？陈公公的忠肝义胆，后世自有公平。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示意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，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。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。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
当郭淮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淮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儿，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淮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，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。那就行了。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，收敛，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。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淮还是会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，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，必须有尸可验。如今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淮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，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淮不会怀疑，也无从追查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横竖都是死，就让我死得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，让秦凤与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
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。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，没有让郭淮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人以为他二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淮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包大人所指何人？寇珠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咱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，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淮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哎，你赶快向郭淮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的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，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
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哎，公公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！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程玉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刑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啊，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拣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玉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玉是因何自尽的？啊，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琴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朕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着手，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。